柔软着牵挂，那些伤疤总会结痂，簇拥成时光的花中会有人为你摘下。Don't feel lonely, moving on， 和时光说说话，光轻轻落下，就等它回答。愿你人还有他，但激情差偏瓦，懂着人生充满很多遗憾，依然热爱着冬夏。今天晚上我就算是通宵，要把这些资料全部都翻译完，让我跟你划清界限。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你加班，我想你一定饿了，给你带点吃的。哇，谢谢师兄。炸鸡。这么多翻译文件，今晚都要做完。是啊，早点做完，早点脱离古巴皮。今天晚上必须把它解决了。我帮你吧。不用，我这小兼职怎么能麻烦杜总呢？我听出来了，是嫌我不懂法语，帮不上忙是吧？我表现这么明显吗？虽然我不懂法语啊，但我可以帮你校正表格、装订文件什么的。总之，肯定比你一个人动作快。哎，你记得当年我们一起通宵爆肝做实验吗？说起来，我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。与其说是你麻烦我，倒不如说是你带我重返大学时代，做回年轻的自己。好吧，那先谢谢师兄了。咱俩不用那么客气。来，让我们看看你们现在的配合还有没有曾经的默契。这是你昨天布置给我的翻译工作，我全部弄好了，请验收。这么快？你确定你没有糊弄我？你可以随便检查。怎么可能？这可不是一晚上就能完成的任务。昨天师兄陪我熬了一个通宵，帮助我一起完成的。杜云成，你是跟他一起翻译的？你们俩在实验室待了一整晚？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苏维安，我让你回实验室，我是让你工作，而不是在实验室谈情说爱。谁允许你让外人进入我的实验室的？谁在实验室谈情说爱了？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我说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任何人进入我的实验室。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？不是你这个人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帮你翻译资料还要被你骂。杜云成要是外人，我就更是外人了。心情不好就找别人去，找惹你的人去，对我发什么火？我没有对你发火。哎呀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了，总之我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，请你马上核对，把你的尾款给我打进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不用再来上班了，我更加不用接受你的压榨。你今天
不用去实验室工作啦？昨天都忙了一个通宵，嫌我过劳死。我就问了嘛，怎么生气了？来大姨妈啦？看是顾云峥来大姨夫了才对。这么多啊！我觉得他这个大姨夫可以经常来。苏小姐，嗯，怎么是你？你们，这是我现任唯一的男朋友。他是你现任唯一的男朋友，那顾云峥呢？顾医生，前任也算不上吧，算是一个失之交臂的小目标。听你这么说，顾医生拒绝你了？是，他是拒绝了我，他也算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的滑铁卢。亲爱的，你真美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原来顾云峥，他没有移情别恋，他心里一直都是有你的。那他一直都在跟我演戏吗？为什么演戏啊？这医院旁边开了家药膳馆，我刚带女朋友去尝了尝，打包了就回来。这个汤你要不要尝一尝？你确定这是剩下的？啊？苏翻译，麻烦你打开试吃一下，好吃的话尽快告诉我，我着急送给我女朋友。顾医生，我是你的翻译，不是小白鼠。加钱。为了故意给我送钱，怕我不收。啊，肚子疼啊！加木，真不行。你这个手术都已经很熟悉了吧？啊，你下手术了，裴老板。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入路？有问题吗？我还有时间再改。我是说，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比较少用的入路，而不选择更加稳妥的一点入路？那个小女孩她才17岁，她告诉我她喜欢唱歌和跳舞，还要报考表演专业。我看她的流体不大，我想保护她的听力和面部神经，就选择了窗口最小的入路。窗口小，树叶也是最窄的，操作起来会更复杂。树也窄，我就一点一点的剥，总能剥干净。你不害怕吗？怕。但是苏维安他提醒了我，他说，医生上了手术台应该是忘我的纯粹，既然拿起了手术刀，就要给患者最好的救治。这话是苏维安说的。嗯。那天李医生还告诉我，为了让我克服我心里的障碍，让我选择最有把握的入路。但是我还是同意苏维安的话。他挺厉害的，如果他不退学，将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外科医生。他会回来的。怎么了，小老板？有钱都不收，这不像苏维安的风格。完了，小老板，江江说他露馅了。他说苏维安知道了你用假女友骗他的事情。啊，你打算回医院工作了？
如果那个新药不上市，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？姑姑，这不是我应该去操心的事情。怎么不是你该操心的？你也携带这个病的致病基因。那份报告只能骗骗你妈。什么都瞒不了你。我看得出来，你跟那个顾医生互相喜欢。怎么可能？我妈都说了，这么优秀的顾医生，我哪配得上？我觉得停药以后，我的反应比以前大了。我经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我觉得我都不是以前的我了。我不希望你变成像我一样。姑姑希望你活得比我更加有勇气，别留遗憾。姑姑，我现在很好啊，没什么遗憾的。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每天开开心心的，这样就足够了。这字迹是顾云章。妈，这本册子哪来的？啊，那天我到医院去拿药，顾医生给我的。哎，这顾医生心挺细的，这是他自己做的吧？我先睡了，你也早点睡。睡。看吧，苏维安，你额外还帮我算好了数据，找了那么多论文援引，你心里从未放下对医学的热忱，这些医学生的习惯，即使你离开学校4年也还保留着，你为什么总是要口是心非呢？你可以抗拒，但我不会放弃。你就这么想要和我撇清干系，连我买的饼干都不吃？苏维安，你可真是个口是心非的小朋友。掉落的对话，逐字逐句
偷笑着悄悄记录下所有的心愿。My secret， 我不再记得自己曾是孤岛，我盼着很久后你还拉着我的衣角。I'm loving you。喂，师兄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刚请客户吃完饭，巧了就在你酒吧附近，我想来看看你演出。我今天没去酒吧，有点别的事儿。哦，是吗？那没关系，我自己一个人喝2杯吧。下次去酒吧我请客，感谢你陪我通宵翻译。没事儿。对了，我有朋友。师兄，先不说了。你知道了，我没有女朋友。知道了。不过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。你就不想问一问，我为什么这么做？也许是钱太多，想找我帮帮忙，还是说最近太无聊了，想拿我寻开心？我怎么知道为什么？不过顾医生，你的聪明才智用在这样的小手段上，确实浪费了。有时间做这样的图册，不如多做2床手术。我对自己的患者负责，也叫做耍手段。如果我不耍这些手段，苏维安，你根本就不会正视自己的内心。我知道我内心想什么，用不着你提醒。苏维安，不要再逞强了。你明明记得所有关于我们的一切，你根本就不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可以潇洒地面对人生。你既然已经选择在最无助的时候想起我，为什么情况有所好转了，就要把我推开呢？对不起啊，顾医生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心甘情愿被你麻烦。顾云峥，苏维安，我不会再逼你做任何决定。你有很多时间，慢慢想清楚。如果哪天你决定回头，我永远都在你的身后。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。基因缺陷，不代表你不能拥有正常人的人生。
我深蓝色海际。虽然你一直这样推开我，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，我先离开你了，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？在漫漫长夜，将炽热火焰无人为星辰，太纯真只接近一寸，燃烧成整个黄昏。太害怕离分，一次次确认，反而成伤痕。要怎么证明他的认真？在等雨天，等下个季节，初春温暖的风渐渐蔓延，星星会有几颗在银河中相连，记忆个你一直这样推开我，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，我先离开你了，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？雷安，为了你，我愿意倾尽全力，只要你肯向我走一步，剩下不管是99步，还是999步，我都会跑向你，治愈你。阿姨，哎呦，小杜，你找维安的吧？哦，不是，我今天是来找您的。你找我啊？啊。哦，那进屋聊。好。走。来，小杜，里边请啊。好。来，这边坐。哎呦，我鞋。哎呀，不用换，我这2天没拖地，快，里边请。坐那儿。你来的正好，哎，我看这2天啊，维安太累了，我给他熬了排骨汤，你先尝尝。哎，阿姨，您别忙了，我这次来不是找维安的，我是专门来找您，想跟您聊聊关于维安姑姑的事儿。睡了，来，咱们里边，坐这边。姑姑睡着了。哦。啊，你说他姑姑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姑姑的病情我已经上报给漳河医院的研发团队了。虽然不确定动脉瘤是不是和食药有关，但姑姑也确实是在食药的过程中发病的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哎呦，千万别！小杜，我相信你们研发这个药的初心是为了治病救人。现在阿元长了动脉瘤，这个结果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。你别自责啊！阿姨啊，我希望代表协会，给你们相应的经济补偿。这次住院费以及之后的护理费都由我们协会来出。那可不行，小杜，你是维安的师兄，从他姑姑发病以来，你给我们帮的忙太多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不能再麻烦你了。姑姑最近恢复的怎么样？停药之后，她感觉如何？说实话，不太好。这药停了以后呢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这肢体的反应就更差了。越是这样，她心里也越是不好受。有时候啊，就发脾气，摔东西。阿姨，这段时间您辛苦了。要不这样，我给姑姑安排一家疗养院，这样也能，让您别太累，也能替您分担一些。不用，我都退休了，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儿。哎，我照顾她可以的。阿姨，疗养院
在运动康复和心理疏导方面都能给姑姑更加专业的治疗，而且对于延缓舞蹈症的发病进程来说都是有好处的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这疗养院贵不贵啊？这个疗养院和杰辉签订了年框协议，只要我们安排人进去住，是不用任何额外的费用的。空着也是空着嘛，您就不要跟我客气了。哎呦，那太好了啊！这个事儿吧，我还是得跟维安商量商量。阿姨，以维安的脾气性格，您要跟他商量了，他怎么可能欠我这个人情啊？再说了，现在对于姑姑来说，疗养院是最好的选择。阿姨，要不这样，过2天，您先带姑姑去疗养院看一看，如果姑姑满意的话，您再做决定。啊，对，阿元自己看看最好了啊。当然，您别跟维安说是我介绍的。我知道了。喝。翻译的工作完成啦？结束了。对了，我找了几家疗养院，你看一下。不用看了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安排好了？怎么安排的？就是 A 栋503那个大姐，我买菜经常碰到她的。她儿子啊从国外回来，跟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新型的疗养院。她说刚开业可以给我打折。7万8绕的关系能打多少折？93。就3折。3折？哎，怎么可能啊？这能靠谱吗？这靠不靠谱，你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姑姑喜欢吧？好是挺好的，但是你确定3折？哎，这钱的事你不用操心，我这小金库就能解决了。就算3折，这每个月得4000呢，你那退休金哪够用啊？前段时间炒股了，挣了点小钱。你给这小孩打麻将都能输钱，你学人炒股啊？怎么说自己妈呢？这不就是那个 A 栋503那个大姐，买菜大姐，美国留学回来的儿子啊？对啊，人家不是学金融的嘛，是吧？她有点内部消息嘛，再加上你妈我聪明美丽又机智，这不就小赚了一笔吗？这该不会是你的私生子吧？对你这么好，这臭丫头又没正形。我去看看姑姑。维安的姑姑今天办理入住，疗养院那边你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。护工是护理专业硕士毕业，年纪、资历、学历都符合您的要求，保证苏女士住得舒适又满意。好。哦，还有，
跟疗养院那边打个招呼，别让任何人打扰姑姑养病。这是自然。行，你去忙吧。18号好了吗？帮我催一下吧，我快超时了。16号，16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。他们过得好充实啊。以后我不当医生了，我就去送外卖，收入和现在差不多，主要是心不累。干嘛？好好的医生不当，送什么外卖啊？没什么。哦，你明天要主刀做手术啊？只是暂时排的是我，还不一定用我呢。毕竟咱们医院优秀的医生那么多。走，我要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，江江？你什么时候学的柔术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上次李医生在酒吧大显身手，我就觉得特别酷，所以我就学了2手，防色狼。防色狼？我是你男朋友，我又不是色狼。方明凡，今天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心魔，不是我战胜你，就是你战胜我，你要全力以赴。不太好吧？我万一伤到你怎么办？我可是练过的，你想伤到我还真没那么容易。来，那我来了。来。呀！疼！这叫饶命啊！我饶命！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要这么对我？方明凡，你打不过我就想着求饶，不想上手术就找借口。如果你每次都想好退路，你永远都赢不了。你不懂，我只是怕伤到他们。怕！你永远都知道怕。你个懦夫！我不是懦夫我不是懦夫方明凡，你遇到事情总是逃避，活该当小老板的跟屁虫。难怪贺晓光瞧不起你，谁会瞧得起一个懦夫？我不是懦夫，很久前那份甜蜜，距离我遥不可及，仿佛是命运刻意安排给我的谜语。我现在偶尔想起，说不清什么情绪，或许是我太过了解，我不是懦夫，爱过就不想再被你一定可以做到的。这台手术你已经烂熟于心了，相信自己，你没问题的。哎，小老板，还是你当我一助吧。万一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顶上去。我待会儿还要去呼吸科会诊，我已经交代贺晓光了，他会做你的医助，关键时候他会帮助你的。为什么是他呀？为了让他见证你的成功，好让他以后不敢再轻视你。
小老板，你要进来吗？我不进去了，我就是来看看。顾医生，你要觉得实在不放心啊，留下当医助吧。这台手术方明凡已经研究了无数遍了，只要你不掉链子，就没有问题。小老板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别在门口转悠了。你在这站着，我还觉得这个手术室不是我的呢。没事，放心交给我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好。我爸最近性格特别孤僻，也老忘事儿，我担心他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症。经常带他旅游，这次旅游回来就高烧不退。从核磁上看，目上脑室系统扩张积水，小脑萎缩。他平时走路摔跤吗？走路不稳，得有人看着，有时候还要坐轮椅呢。吃饭睡觉呢，都正常吗？这次住院就吃不下，有人喂了，勉强能吃2口。我待会儿开个单子，做个腰穿，看看脑积液。啊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医生啊。爸，怎么了？爸，爸，哎，顾医生，把这个带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早上一个病危患者血检检查出了肺鼠疫耶尔森杆菌。根据疾控中心的指示，现在整栋楼紧急闭环管理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顾医生，你看要不要先跟家里人报个平安？好。我手机落在科室，没有带过来。那你要不要用我的手机啊？没事，我用座机，先打个电话回科室。好。顾医生，现在整栋楼只有你一个神经外科专家，耳鼻喉科刚刚也提出需求，需要呼吸内科、神经外科、耳鼻喉科共同会诊。行，我现在就去。好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手术非常成功，先去 ICU 观察一段时间，病情稳定之后转到普通病房。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没事。谢谢。小老板，嗯，小老板还没回来啊？方明凡，你刚做手术还不知道吧？住院楼里出现了一例肺鼠疫阳性，你们小老板被封在里面了。对不起，方明凡，青青，怎么样？手术成功了吗？很成功。我都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，你真棒。江江，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和鼓励我，有你在，我才能克服心理障碍。你怎么了？手术成功你不开心啊？怎么感觉你有心事儿？听说住院部发现鼠疫患者，小老板被困在里面了，我很担心他。喂，江江。喂啊，
不好了，顾医生他可能有危险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来跟他说。喂，小老板今天早上去呼吸内科会诊，从一个患者的痰液中检测出了鼠疫耶尔森菌，现在住院部的整栋楼都被封锁了，只许进不许出。肺鼠疫，那可是甲类传染病，感染的话会有生命危险的。现在整栋楼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，应该很快就能控制住。好，先不说了，我打电话。哎，维安，你别打了。小老板今天会诊的时候没带手机，他手机在我这儿呢。我想进去一下。是啊，你进去吗？带我去。我要出趟差啊？去哪儿出差啊？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？去柜室，那个早就垫好了，忘记跟你说了。啊，那这样，我给你下点清淡面，吃完了你再走啊。来不及了，我要赶飞机。这么急呢？哎呦，慢点。妈，这段时间不要去人多地方，广场舞先别跳了。回家第一件事先洗手，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。有事情给我打电话。好。黑夜拨动时针，喧嚣逐渐代替无声，我们沿着相遇剧本，像前夜的彩虹，还有穿过沙漠的风，都曾经是我们的坚城。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，找寻1/1000的可能，困在这因为命运的城，却依旧追逐着星辰。别担心我爱着的迷途的人，只背着温暖孤独灵魂，让我拥抱你的裂痕，你如星灿烂闪烁在落寞时分。黑夜拨动时针，喧嚣逐渐